有在游戏里面买过自己喜欢的皮肤吗？别的游戏里面我是一个皮肤都不会买的，就是我 LOL 玩了很久以后，也都是玩的免费的皮肤。OW600多级，基本上也没有怎么充过钱。Apex 更是纯手打玩家，甭想让我花1分钱。玩里面的一个皮肤100多还带特效，但是我就是觉得有点割韭菜。没想到我居然在 CS 里面已经花了大几千块钱了，我还真试了一下付18万的押金去租一把刀，队友真的啧啧称奇。首先呢，我先说一下，玩 CS 也就1个月的时间，虽然我是一个 CS 的老玩家，但是我在 CS 上肯定是个新玩家。还有最重要的叠个甲，我不导这些饰品，一把枪呢也就买了1、2个自己喜欢的皮，完全自用。这一期也不是广告，单纯是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游戏啊？几十年玩法都没有变，皮肤连特效都没有。但是竟然卖几万块钱，还有很多人抢着买。先来说一下饰品为啥在 CS 这个游戏里面这么重要。首先，这个游戏大概率是要互相发枪的，因为每一把加的钱都不多。但是如果你想买 AK 或者是 M4这种大枪，要么捡对面的，要么就得攒钱。队友上一把没死，你就可以让他买一把发给你。你经常都需要玩别人的枪皮，而且不像 Apex 里面，你就算把对面杀了，也能捡到他的皮肤枪。但这个人死了之后，他就退游戏了，你就跟他没有任何的交互了。但是在 CS 里面，如果队友给你丢了一把上万块钱的枪，那这个队友一下子他的地位就不一样了。而且就算你在观战，你也能看到这把枪是谁的，还能看到别人在枪上面写诗。前几天有一把，我们抢了对面一把价值10万人民币的野核 AK，5个队友直接开始穿越，你都无法想象视频的话题度就是高到，即使对面拿到你的枪，他们都要讨论一下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刀也可以发，官方服务器做的很烂，全都是挂。演都不带演的。平时大家都玩5E或者是完美这些对战平台里面玩的是可以发刀的，刀和枪不一样，刀是真的会有动画上面的区别的。CS 这个游戏因为持刀的移速和拿枪的区别非常大，游戏中呢你是必须要切刀的。当你玩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确实就能理解为什么老玩家说默认的刀走起路来就有点僵硬，这个切刀不够丝滑。CS 中大部分的刀型都比较正常，但是如果你拿到了3换身之一，比如说一把蝴蝶刀，再配合刀的剪饰，整个动作就很舒服、很流畅。蝴蝶刀还有特殊剪饰，就可以剪饰重置、剪饰重置这样操作。我觉得在游戏内使用最开始都没有什么感觉，一定要自己玩上几天，用完了之后确实有点回不来。除了刀型有区别呢，有些款式的刀还有不同的纹理，就比如说很多刀都有的一个款式叫多普勒，它模拟的就是一个金属电镀的效果。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都惊了，这破刀它居然要卖我几万块钱吗？我现实中买一把这个刀都不要这个钱，好吧？你别说啊，这现实中还真没有这种闪亮的效果。但是呢，你看它这里面就有不同的颜色，就比如说这个黑蓝相间的，它颜色就没有那么亮，所以说呢，它也是这个款式里面最便宜的。价格的话，大概就是3万1、3万2的样子。那如果是这种粉蓝相间的呢，它稍微炫酷一点，它价格呢就会去到3万2、3万3的样子。这个图案呢，其实是在一张超大的模板图里面截取的，所以说运气更好的话呢，可能能抽到这种金纯色的。这种颜色呢，就被玩家定义为红宝石、蓝宝石或者是黑珍珠。剩下这些样式就会被归类为蓝宝石、黑珍珠、P1、P2、P3、P4，就是没有那么贵的。那比如说天才职业选手 Dog， 他用的就是这个伽马多普勒的绿宝石。CS2 的新引擎会让绿色特别的高亮，那现在绿色皮肤普遍都比之前的贵。给大家看一下游戏内的效果。这里还有别的讲究，就比如说多普勒，它是粉蓝相间的，但如果你这个粉它正好在刀尖上面，那整体的颜色比例就会更加协调，它看起来这个刀尖就是非常的明亮的一个颜色，就像是刀尖淬了血一样，在视觉上就有更有力的感觉，所以说呢，它卖的也就更贵一些。然后这个刀面上还会有这个黑斑，如果在刀尖上面没有这个黑斑，那它看起来就会更通透，这把刀也能卖到更好的价格。它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网站会告诉你，你这把刀是最好的 T1 模板还是 T2、T3 的模板，直接按照图案模板就可以搜出来。这是因为太多讲究了，所以还有专门的人去帮你去挑饰品，付一个固定的咨询费，帮你挑一把几万块钱的刀。
前段时间呢，我搞了一把 P2 的东普勒蝴蝶，押金超过蚂蚁信用额度了，我给付了18万的押金，这辈子都没有一次性付过这么多的钱，我就想试一下，到底真的有这么神吗？带上之后，发现整个游戏都不一样了，输了怪你没发刀，赢了就说刀太帅了，我按一个键就能发4把的刀，和队友可能攒了2把的钱才能发1把的 AK， 居然有一样的吸引力，可能看上去有点幼稚，但实际上真的太有情绪价值了。哇，干嘛多出了蝴蝶刀？我操，蝴蝶刀，蓝色的蝴蝶刀。甚至还有对面敌人绕后到了咱家，队友把他打掉的时候，他竟然在我家地上捡我发给队友的刀，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下子就值了。之前有一次卡 bug 把我皮肤给卡没了，我拿着原皮是真的有点不会走路了。同样还有很多因为模板不同，价格上面有很多玄学的，就比如说淬火 AK， 这个淬火的工艺会让 AK 上面有蓝黄相间的颜色。但如果说蓝色覆盖的越多呢，价格就越高。假如是基本上全覆盖了上盖，基本上就是天价了。经典的6615模板就是这么来的。Ooh, that's kind of small. 这个游戏还有一个磨损值，这个磨损值出场就是固定的，也不会因为你游戏的时长而改变，可以理解为是你枪皮的一部分，崭新、掠魔、酒精沙场等等。有一些枪皮呢，就是因为磨损度非常低，甚至可以排到世界前几，新的不能再新，所以说它也非常的贵。还有一些大佬能够帮忙定制磨损度，比如说你想要送给朋友，你可以定制一个他的生日的磨损值的枪给他。这里就要说我全游戏最喜欢的一款皮肤了。第一次看到这个枪皮的时候，我感觉真的好普通啊，就感觉有些游戏里面就有这种2次元皮肤啊。说实话，我的兴趣不太大，还不如这个秋叶原精选，战痕累累。然而，当你了解了这把枪的设定，你就会发现它的魅力。这把枪最有亮点的地方是，如果你在不同的环境光照下，它的眼睛是会有不同的反光的，尤其是在暗光环境下特别的明显。在开枪的时候呢，它也会亮起来，看久了你就会觉得它越看越好看。它是乍一眼看上去不是很惊艳，但是你打着游戏吧，你总想骑一把 Max 10，再看它一眼。检视的时候，它这个眼神就像蒙娜丽莎一样神秘，就好像有生命的一样。而且这一把枪呢，它是没有崭新和掠魔这2个磨损度的，只有酒精沙场、战痕累累和破损不堪。在这把枪的枪身上呢，还有它的名字，在这里叫 Sakaku 错觉。你再品品这个眼神。战痕累累在大部分的枪上面都是很减分的，但是错觉的战痕累累就有一种独特的诗意。看不清的少女，错过的你，错觉，再加上模模糊糊的脸，太有感觉了。但毕竟这只是一把只要8块钱的枪，本身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素的。但如果我想让它变得更加惊艳怎么办呢？这就不得不说一下饰品的另一个机制了，贴纸。CS 视频里面还有数不清的各种贴纸，大部分呢都在几块钱、几十块钱、几百块不等，也有少部分绝版的能卖上几10万的贴纸。那这里面就比如说有一个贴纸叫透视之眼，就有很多人拿来和错觉作为搭配，而且这不是平面贴纸哦，这张贴纸在游戏中不同的角度看，瞳孔是会旋转的，更是炫酷到爆。但是想要贴到这么好的效果也不简单，因为你要考虑它的角度和位置。首先呢，这不是用1张贴纸完成的，所以说你得先贴这一张夜然记，然后再贴这一张凝视之眼。接下来这个贴纸你还可以刮掉一定的程度，就比如说我的这一个凝视之眼呢，就是大概57%的。网上还专门有玩家去研究这个。之前小学有看到一个帖子，这个楼主叫2次元喜欢自造枪皮，楼主说他自己是拿量角器在屏幕上面贴的，给大家看一把贴的还不错的成品，这个眼睛的位置就已经算是挺正的了。还有什么是比给男朋友或是女朋友送一把错觉更浪漫的事吗？不过除了浪漫主义，还有一些贴纸更是重量级。除了
了错觉，网上也能搜到各种枪皮的搭配，就比如说我贴的这一把咖喱，这个枪皮也很有意思，叫经济。这把枪很便宜，一般都是经济局里面抢起的。枪皮的这个英文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环保。所以说我在这里贴了一个贴纸，这个贴纸呢就叫这把翼了，名字还挺有意思的，而且还挺好看的。这些贴纸可不都是为了好看的，最好玩的是贴纸还可以自制皮肤。A4 呢有一个皮肤叫咆哮，这个皮肤呢它要卖到5万多块钱，于是就有了玩家自制咆哮。不是4万的咆哮买不起，而是20块钱的自制咆哮更有性价比。而且竟然还有职业哥用过自制咆哮，更是让自制皮肤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不可能啊，这就怎么可能自制咆哮啊？这我贴了5个，你别说，你真别说。还有职业哥人手一把的火沙鹰，自制起来更是重量级。你别说啊，这个远看是真的看不出来一点。再加上如果再改个名字，捡起来在大伙们4比3的屏幕上，我只能说一点都没有区别。还有自制野河。还有这个自制火蛇的，这个更是重量级，这个眼神也太睿智了，笑死了。之前有个小伙伴被他的前女友绿了，然后我就送了他一把无声若梦。来开一下库存，看一下这把枪，看一下反面。他很糟糕，我很好，太适合你了。欲哭无泪。最近呢，我还去了解了很多枪皮背后的故事，你就会发现确实很神奇。就比如说，有一把枪的名字叫伊卡洛斯陨落。伊卡洛斯的父亲被关在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塔上面，他的父亲用蜜蜡和羽毛做了翅膀，然后他们2个一起飞出高塔。但是同时，他也警告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不要飞得太高，不然蜜蜡呢就会被太阳融化。但是伊卡洛斯在神圣的飞行中被喜悦冲昏了头脑，不断的向天空飞，最终蜜蜡融化，羽毛脱落，伊卡洛斯陨落了。最后枪上面这个图案呢，就是太阳、羽毛还有融化的蜜蜡。但是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模板，就比如说太阳铺满大半枪身的这个是最贵的，被称为大太阳，和官方图差不多大小的呢就叫官图模板，还有看不到太阳的叫暗无天日，价格也从4000到1万多不等。不过有一些模板可能是因为太久远，也可能会过时，就比如说深红之网，在手套上面会有一个蜘蛛网，如果是一张大网的话呢，那就是极品深红之网。但现在这个手套的认可度就已经没有那么高了，认可度也是会过时的。我还特别喜欢一个系列叫塔罗牌系列 ，A4 叫皇帝，最强大的塔罗牌，然后 AK 的这个皇后也特别的好看。然后再看一下 AWP 的叫死神塔罗牌，高风险高回报，毁灭与重生。还有景的这一把默认手枪叫倒吊人，有时候没有钱的时候呢，就只能用这个倒吊人，象征牺牲、转变和智慧。给一把默认手枪再合适不过了，要么被瞄了，要么想办法打一个减枪，对吧？这一把井喷呢叫正义，一口举起一把就去小镇2楼蹲着，好吧？正义的处决每一个恐怖分子。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音乐盒，在每一个小分结束的时候，都会播放胜利那一边 MVP 玩家的音乐盒。别以为 MVP 特别难啊，一局要打到13分才能赢，很多时候要打20个小分，有时候偷2个卫神就有 MVP 了。假如你 MVP， 但是你没有装音乐盒，这一把都感觉白打了。我给你们放几首我觉得很好听的。但是有些人装音乐盒的唯一目的就是来让你红温的，就比如说有2首国潮 BGM。还有那个每天小镇2楼拿个喷子的，赢了就搁那儿放。听完直接红温，下把一定要去找他。但是就是因为枪皮市场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，比较早期的时候就有资本涌入了，所以说现在饰品市场还有很多教你挣钱的老师，这玩意儿对我来说肯定是玩不明白的。我买的话呢也都是自用，贵的也不太敢买，确实也怕亏。但是有很多人在饰品市场是当股票在玩的。如果你打开 Steam DT， 你甚至可以看到这个饰品市场的 K 线图，你可以看到大盘或者是单品的价格走势图。这里就打开一个单品的给大家看一下，红色的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指当天从底部涨到
顶部，绿色的呢是指当天从顶部跌到底部。你可以看到一个单品单天，它甚至都可能会超过几千块钱的涨跌的，还是有点恐怖的。如果说你真的要玩的话，还得分析你要买的单品的存世量和成交量、在售量等等等等。因为视频有7天的交易冷却期，这完全就是一个 T 加7的股市，这里面一样有许多的庄家拉高出货，散户接盘的韭菜事件。这里还有个好玩的，当时 CS 从GO时期过渡到 CS2 时期的时候，网上还有各种串子视频，说 CS2 换了新引擎，雷击杀人的时候会有闪电效果，还有更离谱的，杀一个人换一个颜色。这不得赶紧加仓！我朋友还跟我说，他之前租出去一把刀，这把刀呢价值2万块钱，押金4万。但是那段时间突然间市场燃了，那把刀涨到5万了，因为平台是可以按押金买断的，再把这一把刀买断就能血赚1万块钱。他们每天都在担心怕对面不还，好在对面最后还是正常归还了。我的朋友也一直捏到了价格回调。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现在数字资产算遗产吗？我就有那么个朋友，他的库存里面有几十万的存货，他也不可能跟家里面人说，妈，你看我在游戏里面买了几十万的刀。但是假如万一我的朋友非常不幸运的出了一些意外，那这些数字资产真的能被世界想起来吗？还是说它会变成一串数字代码，永远的消失在市场的存世量这个数字里面了呢？做这个视频的起因呢，也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发了一条动态，大概就是那天晚上我换了全套的外设，发现提升呢确实也提升了，但是不多。如果是其他的游戏呢，可能还会收到大家的鼓励和安慰吧。但是 CS 是一个很神奇的游戏，动态下面全都是菜就多练，先练定位，先练预瞄，还有建议我换条手的。我只能说，我今天又比那天又多了100-200分了，好吧？我很喜欢我最近听到的一句话，你很难想象，都2025年了，还有一个英雄的技能是跑步。有些游戏英雄越出越多，老玩家回坑，游戏都看不懂了，打也完全打不过。CS 就很像电子竞技里面的传统体育，足球就是抢断射门，简单纯粹。CS 10年前杀赢可能一枪头，10年后还是杀赢一枪头，大家就是丢道具、干拉、对枪、下包、下一把。2025年入坑的我，还能从完美500分的没有人类的局开始练习。其实做这个视频就是想分享一下自己最近才深入去玩的一个老游戏，我也不会去导视频里面说的那些视频，主要是也没有时间去研究行情。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游戏在这么久的发展中，把游戏更新完全指向另外一个方向。游戏的玩法基本不变，就只做各种各样的枪皮，里面不乏有许多有故事、有韵味的作品。大家自己有没有喜欢的枪皮呢？其实我也想看一下大家都收藏了什么好玩的，快点发来评论区让我看一看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天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